在12月31日下午，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对外明确证实，我军与印度多轮军长级谈判下来，双方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聚焦双方一线部队脱离接触的问题。在近期，中印双方还将举行第9次军长级会谈协商。需要指出的是，官方口中的双方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算得上是我国对外常用的说法了。简单来说，用坦率交流意思，也就是当时会谈上双方各说各的，谁都没理谁。而交换意见配上前面的坦率，也基本上就是说，当时会议上双方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分歧还很大，吵得很凶。实际上，如今双方的谈判结果和外界不少观察人士的猜测一样，印度参加双方的军长级谈判，并不是真的打算偃旗息鼓，停止制造事端挑起两国矛盾，而是印度有意为之的。不论是拖延时间、等待时机也好，还是为了制造舆论话题、转移注意力，印度在拉达克地区制造的双方矛盾问题，已经成为了新德里当局如今唯一的救命稻草。在分析人士看来，如今的新德里正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首当其冲的就是印度经济因为新冠影响濒临崩盘，而且因为新德里在过去1年里的各种荒唐表现，可以说在抗疫问题上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换而言之，经济、疫情方面，新德里已经基本无力挽回。其次就是基层民生问题，因为经济濒临崩盘，新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进一步压榨农民，直接点燃了30万农民心中的怒火。如今这1-2个月，农民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在各类组织的整合下，甚至成立了一个农民联合阵线，冲击新德里，尝试占据一些关键性交通节点，向莫迪讨一个说法。可以说，在内部问题上，印度彻底失败。最后就是舆情问题，因为西方媒体在印度国内的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很多印度人是真的觉得自己在北部边境问题上有机会捞一笔，而且美国还多次给印度找率先动手的理由，这让超级大国民众的心理别提多膨胀了。哪怕当年5月份的时候，莫迪第一时间站出来否认相关消息，并指出中国并没有攻击印度，结果反被国内民众一顿指责，这又是新德里国内治理的完全失败。可以说到如今，想扭转印度国内对当局的不满，稳定国内民众情绪，一个足够大分量的对手和一个足够劲爆的话题，成为了印度唯一的选择，通过制造大事件转移国内的注意力，给自己去条命而已。据印度《欧亚时报》12月30日采访报道，最近，美国和伊朗局势异常紧张，似乎稍有不慎，战火就会燃起。如果美国和伊朗发生冲突，那中东局势又将再一次陷入混乱之中。但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美国在准备与伊朗可能将发生的冲突时，美国却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
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的说法，在12月29号，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与沙特阿拉伯的交易，向沙特阿拉伯出售3000枚小直径炸弹 GBU-39，总价值约2.9亿美元。DSCA 表示，拟议中的协议是为了改善在中东地区增强稳定的友好国家的安全状况，以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为目标。这项交易是在不到1周前，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的。该项交易将许可出售价值为4.78亿美元的7500枚空对地导弹，以允许雷神公司将导弹直接卖给沙特政府。但是美国许多议员却并不支持这样军贸协议，他们表示，美国目前不应该向沙特阿拉伯出售精确控制的炸弹，因为他们在也门的战争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这场战争中却杀害了数千名平民。但是特朗普却表示，如果阻止这些交易，那么将损害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并且还将损害美国与沙特的关系。而美国除了批准了这项价值2.9亿美元的弹药协议之外，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了一系列向其他国家出售的武器交易，这其中包括2笔出售交易，一笔是与科威特达成的价值42亿美元的 AH-64 阿帕奇直升机的出售协议，还有一笔是向埃及出售价值1.7亿美元飞机设备的出售协议。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每当哪个地方发生冲突时，美国就会有大笔金购订单，而那时却又恰好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今年是被新冠疫情贯穿的一年，它从年初一直到结尾，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遭到了打击。目前仅有中国经济实现了正增长，而美国却可以说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目前为止，美国依旧处于疫情的阵中。截至目前，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死亡人数也超过了35万。只要疫情不控制住，那经济就没有办法复苏。此时正是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国刺杀1周年，正是伊朗国内群情激愤的时候，美国的航母和潜艇却出现在了波斯湾。但是明眼人也都知道，伊朗如果与美国打，由于多年武器禁令，伊朗的武器与美国相比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可以说没有丝毫胜算。而美国此时来挑衅，在这几项经售协议签订后，似乎目的已经明了了，看来他们的目的已经完成了。根据叙利亚媒体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 SANA 在1月2号的消息显示，在新年的第一天，叙利亚当局精锐部队第4旅的一个车队遭遇亲美武装埋伏，车上基本都是第4旅刚刚休假返回的士兵，当时正在返回叙军在该国东部省份大尔索尔省的一处军事基地，因为事出突然，加上没有携带足够的武器装备，在这场袭击中，叙利亚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按照叙利亚方面的说法，所乘坐车辆被燃烧弹、火箭弹命中，叙利亚士兵有至少37人被活活烧死在车辆里，10多名士兵逃了出来，却也受到了严重伤害。随行车队中，俄军的巡逻车也成为了攻击的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叙利亚当局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不过却也放出了消息，这批埋伏叙利亚军队的武装势力使用的均为美式装备，这也说明这些袭击者很可能都是美军精心扶持的亲美武装中的成员。然而，驻中东美军却指责叙利亚是造谣。俄新社在1月1号报道，美军认为在中东地区很多武装组织都是使用的美制武器，而且这些武器大概率都是从黑市中转手倒卖。光是这个理由，并不能证明袭击者是由美军扶持。奈何形势比人强，叙利亚也确实对袭击者无可奈何。不过，俄罗斯作为美军的老对头，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根据叙媒 SANA 的报道，在新年第一天就打响了复仇战，俄军空天军多次出动，对叙利亚的大尔佐尔省地区多处疑似武装分子藏匿据点进行地毯式轰炸，而且俄罗斯军方也明确承认，这就是对袭击者的报复。既然没有找到目标，那谁都有可能是目标，逮到谁算谁。只能说，不愧是毛子的处事风格。而在轰炸中，俄空天军也罕见地动用了疑似温压弹的炸弹，对至少8处据点、2个地下藏匿点进行了轰炸清理，强硬风格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有分析人士认为，就目前叙利亚的状况而言，只要这些外界势力没有彻底退出叙利亚国境，类似的武装组织将会永远存在。就目前情况而言，美军尽管表面上要求部队撤离，但是在关键的几个产业区却保留了接近1000人规模的陆军。这些人长期干的活，不是欺负手无寸铁的叙利亚平民，就是偷盗采当地原油材料，运输往伊拉克等地谋取暴利。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几个国家扶持叙利亚武装力量，为自己谋利，才是叙利亚动乱的根源性问题。